自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1年半有余。在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初，大家都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就是牛刀杀鸡，这场战争用不了几天就能解决。战争初期，俄罗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乌克兰首都基辅城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可随后的局势急转直下，任谁都没想到，这场闪电战打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持久战。很多人对此不解，既然俄罗斯能够打到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那为什么不能拿下同样位于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城？从地图上看，基辅距离俄乌边境的距离甚至比赫尔松还要近呢。事实上，俄罗斯之所以拿不下基辅，是既不想也不能。说俄罗斯不能还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说他不想呢？开战之后，他不是已经打到人家的家门口了吗？但凡有过战争常识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在攻击一座城池之前，必须要把后方和左右2翼的敌方势力给剪除干净，这是为了避免在攻城的时候被别人在背后打黑枪截击自己的粮道。可在战争初期攻击基辅的时候，俄罗斯是孤军深入，他的后方和左右全都是乌克兰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算能拿下基辅，又能怎么样呢？斩首吗？这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实际首脑是西方，欧美随时可以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重建乌克兰政府，俄罗斯最多就是把泽连斯基给做了。可众所周知，在一个民选国家，斩首一个总统是没用的，你除非把他的议员、官僚全都给杀了。再退1万步来说，就算俄罗斯成功斩首，占领了基辅，又能干什么呢？周围都是乌克兰的势力，你这是自陷绝境啊！有人说，首都沦陷之后，这些势力就会树倒猢狲散呀。不会的，只要西方还在，这些势力就会有主心骨，他们不会因为首都沦丧就举白旗投降的。到时候基辅就是一座孤城，四面八方都处于敌军势力的包围之中，拿下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俄罗斯一开始那个斩首战根本就不是奔着灭乌克兰去的。那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答案是逼迫乌克兰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以最小的代价结束这场战争。就算乌克兰事后迫于西方压力违约，俄罗斯也能在国际道义上站住脚跟。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案例可以参考。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人其实跟现在的俄罗斯人一样，也没有想着一开始就把中国给灭了。他们最开始的计划是通过攻占上海，逼近南京，逼迫蒋介石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把占领的土地合法化。所谓3月灭亡中国，并不是说3月占领全中国，而是3个月内逼迫蒋介石签订投降条约。只是那时候的蒋介石难得硬气了一回，始终不肯跟他们接触。日本人恼羞成怒之下，只能把战争扩大化，制造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步步紧逼，逐渐把局势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发展轨迹上来说，这2场战争都是高度神似的。泽连斯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像当年的蒋介石一样，熬过了兵临城下的至暗时刻。自此之后，俄乌战争的发展轨迹跟当年的抗日战争如出一辙，逐渐脱离了发起者的掌控，以至于演变成今天这个持久战局面。笔者可以断言，现在这个场景绝不在普京的计划之内。其次，国际上的压力也让俄罗斯不能狠下心来真正占领基辅。自2战之后，国际秩序就日益成熟，各国现有边界神圣不可侵犯，也成为了世界的共识。所以在战后发生的灭国案例是少之又少，拢共也就只有3个。一个是70年代印度吞并锡金，另外2个是美国灭亡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那一次之所以能偷吃，是因为从全球秩序尚未成熟，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能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张到南亚地区。至于美国灭亡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秩序的主导者，灭国是它的特权。可是这2种情况在乌克兰身上都不存在。美国在乌克兰有深厚的影响力，而俄罗斯也不是什么秩序主导者。如果他干这种事情，那只能被千夫所指。国际上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且这还是大家所默认的，你能怎么办呢？俄罗斯只要还想出来混，就不能把事情做绝。因为打下基辅跟占领乌东4州是有本质区别的。他要是仅仅占据了乌东4州，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还能够顶住压力跟他交往。可他要是真的占了基辅，灭了乌克兰，那就真的要划清界限了。再者，
俄罗斯国内浓厚的亲西方势力，也是制止他灭亡乌克兰的一股阻力。从开战之初直到现在，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人打这场战争那是处处留有余地呀。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按理说，只要能获得胜利，在战场上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嘛。可俄罗斯在战场上既不杀平民，又不摧毁乌克兰的民用设施，这种心慈手软的表现，让他在战争中处处受到掣肘。而西方和乌克兰呢，也利用了这一点，用平民作为肉盾，以达到让俄罗斯人投鼠忌器的目的。但凡对俄罗斯战争史有点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种做法很不俄国。俄罗斯当年为了抵抗拿破仑火烧自家首都，那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种心狠手辣的民族怎么会爱惜敌国百姓呢？那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搞出这种神操作呢？还不是因为想着哪天跟西方交好，不想把事情做绝吗？归根到底，这一切还是俄罗斯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在搞鬼。比如说，俄罗斯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头目，俄罗斯前总统普京的亲密战友梅德韦杰夫吧。开战之后，俄罗斯国内的老百姓纷纷把亲西方派定义成卖国贼。梅德韦杰夫见风使舵，成为骂西方骂得最狠的一个人，这让很多人都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可实际上，他骨子里还是亲西方的。就在前不久，有媒体爆出了他把家人送到美国的丑闻，由此可见，人家 DNA 里都是亲西方的。俄罗斯高层包括普京在内，都是些身在俄国、心向欧美的人，他们又怎么舍得把路走死呢？好了，说完俄罗斯为什么不愿意攻占基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他为什么不能攻占基辅。这里说的不能拿下基辅，并不是说俄罗斯没有能力攻占基辅。事实上，如果俄罗斯现在孤注一掷，像开战的时候那样孤军深入，不管不顾，举全国之力，是可以拿下基辅的。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么干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只会把俄罗斯的军队陷入绝境之中。因为干掉基辅的前提是你得有能力击败周边的乌克兰势力。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事实已经证明了俄罗斯没能力扫清这些力量。俄罗斯之所以搞不定他们，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远程打击火力不够。据现在各种媒体反映出来的消息称，俄罗斯目前能够用于远程精准打击的导弹只有1800余枚。在整个战争期间，俄罗斯打得最阔的一仗是一次性发射了100枚导弹，此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奇观了。而且还有消息称，战争打到现在为止，俄罗斯的远程火力已经消耗了2/3。大家要知道，在现代战争中，这种远程打击火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打仗一般都是导弹开路，把敌人的军事设施摧毁得七七八八，陆军上去只是负责收尾工作而已。如果导弹开路开得不干净，那你的陆军上去之后就不是收尾，而是去主攻了。俄罗斯就是因为在进攻之前没有完全消灭乌克兰的有生力量，所以进城之后往往会被拖入巷战之中。如果俄罗斯能像美国当年在伊拉克一次性发射2000枚导弹开路，那俄军进城后只需要给乌克兰军队收尸就可以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没钱，那每一枚导弹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石油战争和各种封锁制裁，俄罗斯这几年的日子本就过得很拮据，哪有钱大规模扩军备战？反观乌克兰方面，自战争开打之后，光美国一家就给他提供了累计320亿美元的军火，其中还有大量的毒刺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俄罗斯表面上是跟穷鬼乌克兰在打，实际上是和富裕的西方拼财力啊。如果俄罗斯在战争初期袭击基辅的时候能够孤注一掷，逼迫泽连斯基签订城下之盟，也许结果会大不一样。因为当时就连西方国家都认为基辅守不住，像德国这样的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咋咋呼呼喊着要泽连斯基到西边的利沃夫组建流亡政府。可是自泽连斯基熬过至暗时刻之后，西方看到俄罗斯也不过如此，各种先进装备不要钱似的往前献送，搞得现在乌军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其次，俄罗斯军改的失败也是他这次进攻乌克兰没办法速战速决的一个重要原因。1990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电子信息化作战惊艳全球，以中国为首的国家纷纷摒弃了自二战之后形成的大兵团、大纵深战术，
开始向电子信息化作战迈进的转型之路。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在各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很难再出现像淮海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那种动不动就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了。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再是以兵团为单位，而是以营和旅为单位。以前大兵团作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电讯旅啊、侦察旅啊、重炮旅啊这些名字，现在是不会有了。现在呢，一个营一个旅，他们的内部就包含了电讯、侦察、重炮、导弹这些职能。这就相当于以前的战争，作战单位是一只巨大的鲲鹏，现在是一只麻雀，麻雀虽小，可五脏俱全。而众多的麻雀之间之所以能够有序配合，全依赖于天上的卫星在统筹全局。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这就好比一只老鹰与一群麻雀在作战，单打独斗，老鹰可以轻松杀死某只麻雀，可老鹰很难把一群麻雀一举歼灭，只能灭掉麻雀几个作战单位。但凡有一只麻雀能够绕到老鹰的背后，破坏掉老鹰的神经中枢指挥系统，你这个大兵团就算是废了。因此笨拙的大兵团作战在面对这种麻雀战术的时候，基本上是必败无疑的。而二战之后形成的大兵团作战经验，最初就是从俄罗斯这里传开的，可以说它是旧战术的祖宗。因此他要是想改革，那包袱可比其他国家要重得多的。更何况每个师和旅如果都要做到五脏俱全的话，那个花费就要远远超过旧时代的大兵团作战消耗，毕竟高强度往往要跟高消耗挂钩的嘛。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财力一落千丈，根本没办法支撑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转型。莫说俄罗斯了，就算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比方说条件比俄罗斯更好的印度都没有实现完全转型。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跟上美国步伐的只有中国，因为我们有厚实的经济基础打底。也正是因为缺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改革的时候，这里砍砍那里省省，结果把改革后的新军弄成一个四不像，战斗力不升反降。后来实在改不下去了，又倒退回大兵团作战的模式，算是白白折腾了几十年。而乌克兰方面，因为有西方给他提供的通讯系统，有美国的卫星在天上盯着，所以才能够屡屡在俄罗斯军队薄弱处发动反击战。但也不用太悲观，在战争的刺激下，俄罗斯人也一定会做出反思与改革的。福祸相依，这未必不是俄罗斯的一次机会。